不是每个天使都长有翅膀，不是每段旅程都适合飞翔，不是每次相遇都只是偶然，总有些人在你生命留下温暖。当人潮渐渐消散，谁陪你度过心慌？那些关怀鼓励一辈子陪伴，每颗心都该注满纯真善良和勇敢。我们都是别人的天使，用爱播种希望。喜乐无常，内心却感动满满，爱能照亮那些孤单的心房，有种力量能传递千千万万。每个人都是天使，让这世界找不到忧伤。我要你在这里站3天3夜，证明你的决心，可以吗？对不起啊，我做不到。我明天还要工作，回家还要照顾阿嬷的。这就是你所谓的决心啊？其实3天3夜算不了什么，很多人为了买心仪的房子、新款的手机，他们甚至可以等更久。我不觉得这样的做法可以表示我的诚意和决心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要用一辈子的时间，来证明我对你的真心。如果你刚刚答应在这里等3天3夜的话，我会看不起你的。那我是不是过关了？现在是，不过一辈子的时间很长，你有信心一直对我好吗？我不想空口说白话，只有时间能够证明。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。怎么不好吃啊？我以为你在外面等了这么久，一定很饿。你第一次为我下厨，所以我一定要慢慢吃，享受每一条面、每一口汤的味道。你要讨好我，也不用这么夸张吧？看你吃到这么好吃，我来一口。好啊，那1人1半，感情不算。等一下，我在你旁边看到怎么办啊？所以我才亲了1次嘛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只会煮快熟面，以后你不要抱怨。我怎么会抱怨呢？只要是你煮的啊，对我来说都是人间美味。就算每一餐吃快熟面，我都会很开心。现在你当然这么讲啊。我听家人说，我发生意外那一天，是你第一时间冲过来救我，还帮我挡了一刀。我已经交代他不能告诉你了。我一直都不知道，原来那天抱着我的人是你啊！当时你出事的时候，你流了很多血，我的心真的很痛。我多么希望受伤的人是我，而不是你。你就不怕死啊？怕，不过我更怕你出事。如果再来的话，我也会这么做。对不起啊，一直都不知道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，还质疑你对我的感情。你应该告诉我的。
傻瓜，没什么好说的嘛。再说，救你的人不止我一个，还有家人呢，他的功劳最大。要不是他制服那个疯子，说不定我们都完了。你们2个都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其实我不告诉你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怕你会为了报恩才跟我在一起，而不是真的喜欢我。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？你觉得我会以身相许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我这个人长得不错吧？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。哎，之前不知道是谁一直以为我喜欢的人是家人，然后一直在发小孩子脾气。对哦，不知道是谁啊？谁啊？这个人？谁？谁？你怎么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房子卖了？因为我想嘛，我也是逼不得已啊。爹爹，你把话说清楚嘛！有没有什么事情？算了，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。我先走了。你路上小心啊。安哥，你好，我是思燕的朋友，我们见过面。啊，我记得你，你是在爱德医院当护士。安哥，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，不过如果你需要我帮忙，随时可以找我的。我的问题不是你帮得到的。如果是钱的问题的话，我有一点储蓄，或许可以帮到你。你有多少？大概5万块吧。你需要的话，我现在可以马上去银行提给你的。你好有心灵啊，这些钱留着自己用吧。不用了，你先应急吧，反正那么多钱我也花不了。老实告诉你，这5万块钱对我来说帮不了什么忙。你把这些钱留着，以后给思燕更好的生活。不用送了，你回去陪 Mr. 郭吧，拜拜。安哥，你没事吧？哇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刚才突然间头有点晕，走路时候不小心摔着了，撞到了头啊！我帮你清理一下伤口。现在我帮你消毒，可能有点痛，你忍一忍。来，你帮我按一下，按住它。OK， 好了。谢谢你了，护士先生，幸亏遇到你，要不然不客气，举手之劳。我已经帮你止血了，不过你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，会安全一些。还要去医院这么麻烦呢？刚好我也要回医院，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吧。反正我一个人在家里也闷得很，好，我就跟你去医院走走啊。走走，安克，医院是给病人看病的地方，不是给你打发时间的。哎呀，护士先生啊，刚才也是你叫我跟你去医院的，那现在我要去了，你又……我是根据你的情况，如果你好好的没病没痛的，我干嘛要牵你去医院呢？好，你说什么就什么。走吧。Mr. 张，你可以去pharmacy拿药，我们会安排你2个星期后回来复诊。不用住院了，可是我刚才流了很多血。不用住院，你的头部已经照过了 X-ray， 也没有问题，所以不用住院，不要担心好吗？可是我回到家里，我自己一个人呢，那万一我不小心跌倒，那怎么办？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安排居家护理。不用了，
不用了。要是你真的有心要帮我的话，你想办法安排我住院。Sorry， 安哥，病房是给有需要的人，我们不能浪费公共资源啊。我女儿也是这边的护士嘞，我是她爸爸，难道也不能够通融吗？原来你是 June 的爸爸，你认识我女儿啊？我们之前在同一间病房工作过，不如我叫 June 来接你吧。不用了，既然不可以住院，那我就回家算了。安哥，你是不是为了见 June， 所以才故意跌倒的？我像是这么笨的人吗？搞自残，那受罪的是自己啊。再说，我怎么去控制我受伤的程度呢？那万一不小心死掉了，那多划不来。那你为什么要坚持住院呢？我原本以为，要是我可以住院的话，那尊就会来看我。安哥，你刚才说你回家也是一个人，难道就没有跟你住在一起吗？这是说来话长，过去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对不起他们两母女的。虽然说他原谅了我，但是我总觉得他还是对我很冷淡，就好像对待一般的陌生人一样。我总觉得他心里还是没有真的接受我。你不需要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，是我自己自作自受，罪有应得，焉不得人，好不好？为什么突然叫我出来？张晨曦是你爸爸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在路上遇到他，他头晕跌破了头，我陪他来医院做检查的。那他现在人呢？回家了。那就好。我知道这是你的家事，我不应该过问。但是你爸年纪已经大了，而且有慢性肺病，你是不是应该把他接回去照顾呢？不可能，我现在对他也算不错了，已经违背我妈的意愿，我不能对不起我妈。那是因为你妈没有看到他现在的状况。如果她知道他现在一个人孤独终老，那么可怜，可能早就已经原谅他了。不会的，你不了解我妈。我妈对我爸恨之入骨，到死都没有办法原谅他。对不起，我为你妈感到遗憾。但是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让这个恨延续下去。我这么说，不只是为了你爸，也是为了你。因为有时候，放过别人也等于放过自己。没想到会有今天哦。什么啊？我们两个啊，经历了那么多，今天终于正式交往。昨晚我还兴奋到睡不着呢。有没有这么夸张？有啊，喂，我怕你闷啊，连要去什么地方、聊什么话题我都想好了。你看，真的有做功课哦。你觉得我的生命要开始改变了吗？那是变好还是变坏？感觉上我肩膀上的责任加重了，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。那请问阁下，您对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啊？阁下，我虽然没有办法飞黄腾达，没办法给你带来荣华富贵，不过我能确保你衣食无忧，每天都开开心心。对我来说，这些就够了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喂，你第一次主动牵我的手啊？那要不要我打醒你？哦，不用。如果真在做梦的话，我宁愿永远都不要醒来。这句话该不会也是你的草稿吧？看一下有没有。当然不是啊！喂，我李荣华可以向天发誓，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话。不用发誓，我相信你。啊，对了，我想在家里的房间和客厅装上冷气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让阿妈住得舒服一点是好的啊。不过这是你家，你干嘛问我？情侣之间牵手的意义其实大于一切。牵到思燕的手，
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。这种满满的幸福感，到死的那一天，我都无法忘记。你干嘛来这里啊？这里消费不低耶。今天是我们2个人正式约会吃饭，当然要隆重一点啊。你不早跟我说，我穿晚礼服出来啊。那倒不用，我觉得你穿什么都好看。第一次约会就我得糖尿病啊？哎呦，我在跟你说真的，我不是sweet talk啊。Excuse me， 可以帮我点2份套餐吗？我不想吃套餐，你给我1份risotto就好了。等一下，你放心吧，你不用帮我省钱了，我付得起。我不是要替你省钱，我是真的想吃risotto。真的啊？那给我们2盘risotto吧。谢谢你。谢谢。Happy？ 不过我习惯 AA 制的哦。什么是 AA 制啊？以前我念书的时候啊，我成绩很差的，我就懂什么 VV 啦、CC 啦。那是你的问题。哎，怎么说我也是你男朋友嘛，给点面子让我付账好不好？这是我的原则问题。对了，我知道你家里出了点状况，身为你的男朋友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数目虽然不是很大，不过是我一点心意。我不能收啦，不过谢谢你。为什么？朋友有通财之义，有困难的时候就要互相帮忙，更何况是男朋友了。就是因为你是我男朋友，我才不能收。你还是把我当外人？不是，我不想我们2个人牵扯到任何金钱还有利益的关系，你就让我维护自己的尊严还有原则，好不好？你都说到这样了，我怎么能勉强你呢？谢谢你的谅解。那你爸的事怎么办？之前公司周转不灵，我爸把公寓卖了，暂时解决问题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找房子搬吧。sorry， 我们没有点这个，是不是拿错了？这个是那位先生。这2份6 course set meal 是我请你们的。那怎么可以？钱我已经付了，就当是报答你们在我住院期间对我的照顾。不用你请，多少钱我可以还你的。不用，慢慢享用吧。怎么办啊？我可不想欠他这个人情。没关系的，我知道他住在哪里，我会把钱还给他。可是我真的想吃risotto。没问题。朋友啊，刚才我们2个明明点了risotto，为什么也让别人换掉我们点的菜？对不起。他是不是给你什么好处了？哎，别为难人家啦。好吧，那你帮我们多点1份risotto。好。这个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啊？2份套餐而已吗？我吃。哎呀，有个会吃的男朋友真好。打游戏啊？找资料啊！哇，笑得这么灿烂，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谢谢你啊。谢我什么？你帮我说了很多好话。我说的都是事实啊。唉，对不起啊，之前我还误会你。思燕喜欢的人是你，不是我，我只是顺水推舟，成人之美。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做的，要这么做要有一定的胸襟。我不如你，老大，你不要奉承我，也不要觉得对不起我。对了，有没有认识的产业经纪啊？你要找房子啊？不是我，我有一个朋友想找房子，他急着要搬。几个人住？3个。3个。我跟我妈投资的公寓刚刚 TOP， 你朋友有没有兴趣啊？你打算住多少？既然是你朋友，2000。2000这么多啊？喂，brother，你懂不懂行情的？现在的公寓至少可以租到3000哎，我是看在你的份上才租给你朋友的。错了。那你什么时候？
喂？怎么会这样的啊？我现在去找你。啊，拜拜。喂，我会进了医院，去看他吧。才一阵子不见，怎么那么严重？本来只是断断续续发烧，我还以为没有事，突然今天早上昏倒了。医生怎么说？是急性肝衰竭。夕颜，怎么办？我真的不想死。不会不会，你不要乱想。还是有办法救你的。对啊，你要对我们的医疗团队有信心，知道吗？会没事的。我刚刚问过了主治医生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最适合的肝脏捐赠者，不然应该撑不过3个月。怎么会那么严重？急性肝衰竭恶化的情况是很棘手的。我会才那么年轻而已，怎么办？放心吧，只要他找到捐肝者，他就会没事的。我们时间这么紧，我们去哪里找？我们这里就有3个啊。对啊，我们3个人都可以捐肝给他的。谢谢你们呢。哎，你们怎么还在这？对了，我们要去做肝脏测试配对，你要不要一起去啊？当然，我是她男朋友。我想提醒你，患有心脏病、糖尿病或严重疾病者，以及 B 和 C 型肝炎带源者，都不适合捐赠肝脏。我小时候有得过血癌，不过已经好了，我还可以捐吗？血癌也属于严重疾病一环，也不适合。总有些人在你生命留下温暖。当人潮渐渐消散，谁陪你度过心慌？那些关怀鼓励，一辈子陪伴。每颗心都该注满纯真善良。希望你们3个人有其中1个人的肝脏适合。就算我们3个都不适合，我们也可以上网呼吁大家捐赠，找到适合的肝脏。对呀，不要难过了，没事的。喂，难得今天人这么齐，我们一起吃顿饭吧。不了，我有约了，你们去吧。你少来啊，这么不给面子啊！我是真的有人约，哎，不要看死我没人约好吗？我行情可好了。真的有约才可以走哦。千真万确，既然你们这么喜欢有人跟着，那以后我就像跟屁虫一样跟着你们，那你们甩也甩不掉。好啊，踩死你！好了，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要去哪里吃饭呢？我想回家陪爹地妈咪。好啊，那我送你回去吧。那你晚餐怎么办？我一个人随便吃就可以了。回我家吃吧。方便吗？为什么不方便？你又不是没有上来过。再说啊，房子都卖了，以后你要上来也没有机会。也好啊，我有事情要跟你的父母商量。什么事？婚事。开玩笑的。四叶没告诉过我你过来吃饭，所以没特别准备什么，家常便饭，别介意啊。不会啊，安迪，很好吃，我很喜欢。什么都多吃。爹地妈咪，你们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钱没了可以再赚，房子没了可以再买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可以像这样子，一家人坐在这里吃饭，不是吗？女儿说的对，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没有什么难关是过不了的。你一定可以东山再起，重新来过。你们真的不管？做生意嘛，难免有起有落，1、2次的失败不算什么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都平安健康啊。你们放心，我会想办法尽快找到房子。爹地，房子我再找了，你只要专心处理公司的事就好。
安哥安迪，我这里有间公寓，不知道适不适合你们。我怎么不知道你有间公寓？你的公寓在哪里呀？就在医院附近，刚刚 TOB。不错嘛，这么年轻就有间公寓。那如果我们真的搬过去，会不会太麻烦你啊？哦，不会不会，反正也是空着，只要你们不嫌弃，随时欢迎。那就好。你干嘛抓得那么紧？你怕我跑掉啊？你想跑的话，我抓再紧也没有用啊。哎，我好不容易才追到你，打死我都不跑啦！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我都没做什么。你处处为我想，连房子的事情都给我处理好，怎么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做？你是我的女朋友嘛，所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女朋友也不可以白住，就当做是我跟你租的吧。不用啦，反正都没人租，空着也是空着，倒不如让你们搬进去。不可以，这样子我会过意不去的。你呀，现在还在念护理课程，你爸也还没渡过难关，你就让我帮一点忙嘛。你怎么样都要考虑一下我的感受的啊！我是你的男朋友，我不可能什么都不做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我……没有什么可是的啊，最多租金先让你们欠着，等你们手头比较松的时候再还我。就这样子，租金多少钱你告诉我，我会还你的。你要还多少就还多少，不过这段时间你得把你自己抵押给我。你就想，从今天开始，你的饭钱我包了。不是吧？你要算到那么清楚？不要就拉倒。要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住我的是你的。这是我欠你的钱，希望以后你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。都说是请你们吃的，干嘛还特地把钱拿到这里还我？无功不受禄，我们没有理由白吃你的。就当是朋友一场，请你们吃饭不行吗？思燕是我的女朋友，我不喜欢别的男人请她吃饭。看来你不是来还钱，是来宣示主权。我不反对你这么说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担心我抢走你的女朋友，因为你没有条件跟别人去争，要车没车，要房没房。你那俏护士会跟你一辈子吗？我说真的，你的女朋友条件这么好，肯定招蜂引蝶，你守得住吗？思燕不是一个追求物质的人。我当然知道她不看重物质，不然她不会选你。不过你自己想想，身为男人，难道不应该给自己喜欢的人过好一点的生活吗？这是我的事，不需要你操心。我是把你当朋友才跟你说真心话。金钱不是万能，可是没钱，很多事情都不可能。我现在正需要人手招募基金，我希望你能加入。我可以保证你在1年以内升为有车阶级，3年以后可以开始物色公寓。应该没说的那么容易吧？馅饼当然不会免费的从天上掉下来，还是需要你努力。我只是提供你一个管道，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呢？以后再说吧。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我等你。妈，你干嘛要那么辛苦啊？我又不是养不起你，家里又不缺这点钱。阿妈有空没事做，能赚点就赚点咯。你每次都这样，非得找罪受。
阿妈帮你存点老婆本嘛。这年头你没有房子，哪个女人要嫁给你？最多我们就卖掉现在这一间，我们搬去比较大间的主屋啊。那阿妈住哪里？当然是跟我一起住了。现在的女孩子哪里要跟我这老太婆一起住？如果她不肯跟你一起住啊，我宁愿不要结婚。我是不会娶一个不愿意孝顺你的人。人家不挑你都好了，你哪有资格挑别人？总之，我的事情不用你操心。如果以后我要结婚的话，我会自己想办法，我不会用到你一分钱的。所以拜托你不要去做那些有的没的，你懂不懂啊？阿花，不要走那么快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请你节哀。谢谢你 ，Mr. Fu， 在我家翁最后的日子，给予他照顾和辅导，让他没有遗憾，平静的离开。你别这么说，你为 Mr. 方所做的一切，真的很难得。他是我家翁，为人子女，照顾长辈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。我只是尽我的本分。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其实我是有个梦想，只怕说出来有点可笑。可能我觉得不可笑呢，你说来听听。我想当一名护士。为什么？在照顾我家翁这段日子，我接触过很多护士，我觉得护士是份很神圣的工作。我只是担心我的年纪有点大。只要没有超过45岁，我鼓励你去申请。就算超过了，官方也会按照个人案例来处理的。如果你通过了考试和培训，我相信他们不会拒绝你的。妈，如果你能够原谅爸的话，就让我的硬币能朝上。你爸知不知道你妈过世了？不清楚，不过我妈临死前交代过，不准通知我爸，也不准我爸来祭拜她。看来你妈真的很恨你爸。这是她自己造成的，要不是她当初为了一个女人抛弃妻女，也不会有今天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当时你爸老了，又一身病痛，你就不能看在他始终是你父亲的份上，原谅他吗？要是我原谅他的话，那我妈不是很可怜吗？我没办法忘记我妈含恨而终的样子。你刚才也看到啦，我用硬币的正反面来问他能不能原谅我爸，他坚持不肯，我也没办法。不要拿你妈当借口。你既然选择来询问你母亲，那就说明你打从心里想要原谅你爸的，又何必拘泥于硬币的结果呢？你懂什么？是他选择抛弃我跟我妈的。他离开后，我就跟我妈相依为命，是他辛辛苦苦一手把我给带大的。只要我妈一天不肯原谅他，我也没办法接受他的。求你听我说，你妈是带着仇恨离开的。如果你抱着这份仇恨，那你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得到快乐和解脱。还有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妈为什么恨你爸？那是因为她爱你爸呀。你爸他很后悔他当初的决定，他现在每天都带着悔恨过日子。他唯一的心愿，就是和他这个女儿和解。你妈一个人含恨而终已经够了，难道你想看到你爸带着遗憾、带着悔恨离开这个世界吗？他现在还活着，你有机会不让历史重演。所以我希望你不要等到他死了之后，才来后悔你今天所做出的决定。家里只有这些，委屈你了。
老婆，这些年来我辜负你了，对不起。我知道你已经走了，我早就下去陪你，不会等到现在。对不起。记得吗？这首歌是你最喜欢的哦。就是这里了。会不会不在家？不太像。你看，他鞋子还在，铁门没上锁，里面又好像有音乐的声音。那会不会在睡觉啊？有可能。Mr. 张，我是家人啊。Mr. 张，你在吗？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啊？我记得他以前习惯把后备钥匙藏在花盆底下，看一下。看来你爸和很多独居老人一样，都是随便吃一餐。社长，你在做什么啊？你们怎么会来的？你这是干什么啊？我对不起你妈和你，没你留在这个世界上。我想下去陪她。你以为妈会想见到你吗 ？Mr. 张，你不要想不开，你不是还有 June 这个女儿吗？我对不起你们两母女，当初就不应该抛弃你们。我是一个不忠的丈夫，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。我想死，我想用死赎罪，用死才能够弥补我的过错。我要死啊！你不能死！这样的赎罪方式太便宜你了。你想为以前的错而做出补偿是吗？好啊，我以后就搬过来跟你住。我要你照顾我，因为你以前从来没做到。爸爸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，补偿我过去犯下的错误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恨一个人比爱一个人更费心力。恨就像一个包袱，越恨它就越重，最后它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。只有放下它，才能轻装上阵，释放自己。怎么样啊？还是一样，不过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。什么好消息？医生说有德的血型和状态最适合捐肝给我。真的吗？那他怎么说？他知道了，以后就答应。有德真的对你很好啊。哎呦，真的替你开心啊！他能够义无反顾捐肝给你，证明他真的很在乎你。医生说捐肝是个很大的手术，还把整个过程都告诉了我们。有德不但没有退缩，还说只要我能好起来，他什么都愿意做。
哦，看来这次有人要以身相许了。没办法了，钱拿太多。对了，医生有没有说手术安排在几时啊？3天后。这么快啊？医生说，因为我的情况紧急，批准过程都加速了。这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啊，真的很替文慧开心啊！希望她这次可以渡过难关。我会看相，他不像是一个短命的人。你会看相？当然啦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旺夫、旺父、旺子、旺家、旺国之相。就因为这样啊，我才要不顾一切把你追到手。什么话都讲得出来。对了，我带丁妈咪去看过你的公寓，他们很喜欢。喜欢就好。还有啊，他们叫你有空上来吃饭。好啊。我有件事想要告诉你，我已经决定辞职了。为什么？我想要趁年轻赚多一点钱，给阿妈过更好的日子。之前你也看到了，阿妈到处捡纸皮、捡气血罐，要怪也只能怪我，没有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，阿妈才会替我操心。现在我才发现，原来阿妈每天日做夜做，是为了帮我存老婆本。她担心我没有钱买屋子啊。你不是已经有间公寓了吗？那间公寓不是我的，那是谁的？家人的。那你为什么要说是你的？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跟你说是家人的，你一定会坚持要还我租金。再说，如果你爸妈知道那间公寓不是我的，他们还会对我另眼相看吗？我爸妈不是那么市侩的人。这不是市不市侩的问题，人都是现实的。你何必管别人怎么想？只要你努力求上进，当护士还是很有前景的啊。那我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买车买房？我可以等，不过阿妈不可以等。我要让阿妈看到我的成就，我不要她替我担心哦。你这样突然辞职，阿妈就不会担心吗？所以我要先瞒着她，我要在最短的时间赚到我的第一桶金，到时候我还是可以回来当护士的。我不赞同你的做法。现在没有人看不起你。你没穷过，你不懂我的感受的。我想把经济基础打好，没有后顾之忧。说来说去还是为了钱。我是在为我们的未来做打算，我想让阿嬷安心。是不是我说什么你都不会改变主意？我已经决定了，你就支持我好吗？当初是你鼓励我当护士的，现在就抛下我不管。我没有抛下你不管啊，我们还是可以一样，每天见面，每天一起吃饭。我只是换工作。你给我3年的时间，3年后我一定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。思燕，我还是我，对你始终不变。是不是赚到更多的钱，就一定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？我不知道。看着眼前的龙华，我不想泼他冷水，只能默默地祝福他，还有我们这段刚刚萌芽的爱情。还是会走过熟悉的角落，尽量幽默，让笑不那么做作。以为这一次怀孕了啊！恭喜你，恭喜你！你搞出人命了，你说严不严重啊？我搞出人命，认定世间很多能抚平曲折，无话可说。你要辞职？我觉得现在啊，你是被钱冲昏了头。我已经决定了。还是会走过熟悉的。你能回来工作啊，我真的很开心。
陪我过一夜。我过2天就要去动手术了，可能以后你就见不到我了。他在捐肝手术过程中出现出血状况，